不懂，转过身我就能懂。小片播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倒提问了，我们的男人是怎么了？刚送走了一个无法面对这个自己情感经历的年轻男人，又碰到了一个要被一个女人轰出家门的中年男人。男人们怎么了呀？来，掌声请出我们的这对主人公吧！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江先生今年47岁，来自重庆，是一位养老院职工。女主人公李女士，42岁，来自重庆，是一位自由职业者。啊，来，有请两位。是要把他扫地出门是吧？是啊。啊。我和他已经没有感情了，我要他从我家马上搬走。6年多来，我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，那么多的精力，他现在要赶我走，说实话，我心里非常难受。你们这岁数都应该有过婚姻经历吧？有过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，说实话，是想下半辈子找一个心爱的人啊，那么能够走到一块儿。好好过一辈子他也是离异的，跟我一样的，有共同的语言。6年多了，我们在一起生活，产生了感情。6年了，为什么现在就要往出轰他呀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这个人比较自私，而且又没有一点家庭观念。你为什么说他没家庭观念？他开始的时候嘛，对我挺好的哈，然后他住到我家住了1年多嘛，他就开始慢慢的变了。对我也不关心。还有呢？还有比较自私嘛，记账啊，例如在家庭上面。记什么账？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我前妻因为是离开我的时候，说我穷，因为我的工资比较少，做什么事儿要记本账，2个在一块儿，一个家庭，他有子女，我也有孩子，如果你不勤俭节约的话，肯定是不能成家的，还有经济上是不能长久的。既然跟我成了一个家了，为什么还要记账啊？你是不是想跟我安心过日子嘛？行，我是觉得就是一个家庭要勤俭持家。你别给我讲理论了，我问点实际的了。他什么时候跟您提出来让您从这个家里搬走的？在去年的年底，我也会过所，好也报过警。去年年底你就要求他搬了是吧？是的。那他现在搬了吗？就是不搬呀，他就是不搬。为啥不走呢？都这样了。我为什么不走？我是有理由的。6年多来，我给他每个月的工资是600多。没有，从来没有给过。你说没有？我就是给了马瓶酱油、马账本了，你说没有？我每个月给他时间地点。你们俩选一个人说行，谁愿意接受我的提问？你接着说您那账本吧。这个账本就是这样的，他说我记账小气，他说我自私自利，他说我在用钱的方面没为他着想，实际上我不是这样的，我曾经跟他说过，比如说我在兼职做保险，对吧？因为我要这个家庭的，经济上宽裕一点。可是他不理解我，他说是骗人的，跟他买保险，你要给他买份保险，你要是给我买不要买，他说不给他买，他卖着我给他自己儿子买。你给他的孩子买了吗？我是最先征求就是跟他没有，他是让我拿钱给我儿子买。不买。他是让你拿钱让你买保险，就为这个事儿就要轰人家出门啊？不至于的吧？反正有好多事情嘛，他那些坏习惯、坏毛病我都看不惯他了。如果是真心跟我过日子，你说一个大男人家他会不会记账啊？您给一句敞亮的话，为什么你现在不从他们家搬走？我觉得为了这个家，我付出这么多心血和精力，对吗？时间6年多，我的钱全部给他了，对吗？现在我出去的时候，现在身上没有经济来源，我没有房子，我出去住什么地方？流落街头不可能吧？大哥，问你3个问题，你说吧。不许绕圈圈啊！相处6年，对吧？对。每个月按你的说法，你别插嘴行吗？每个月按你的说法都交600块钱是吧？对。这600块钱是什么？交出来干嘛用的？我说给他的生活费。第2个问题，你们家1个月的生活费多少钱够？你那么喜欢记账，你老说勤俭节约要记账，你记的账，你们家多少钱1个月生活费够？
要1000多吧，1000几，1200吧。第3个问题，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搬走？反正他这么多6年多，我付出这么多，我心里挺难受。那么你经济上肯定要多多少少给我一点，对吧？多少钱？不是钱的问题，我觉得。我看你也不愿意说，行吧？我们把他弟弟请出来哈。来，我们有请江先生的弟弟，来，小江先生，来。你对他们俩这事儿啥态度啊？分手还是不分手啊？他们在一起就交往了6年，那6年呢，就是我一直我还有我们家里面的人都一直很看好他们两个，但是现在就他们发展那种程度啊，确实我们也感到很意外。他6年，你想哈，6年没得功劳也哭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你把他们给追出去，他现在就生活也没得着落。他怎么生活是他的事儿，你问他干嘛呀？不是那个意思啊，进人出去，你起码要让他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活保障噻，比如说他可以去租套房子或者有点必要的生活用品，那个也可以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们一起生活6年，就说我在这个地方不，原来我是准备劝你们好，在这个地方我都不劝你们好的。他要钱也没有，他跟我再过那是也不可能的，我们没有好过的日子了。行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哥离开也行，得按离婚的方式办，得分点东西走。不是，就是他不能这样无情了，就是什么也没有就把他追出去了。哎，行，是听明白了。今天你也带人来了是吧？啊，李女士的小姨，来，有请小姨啊。哎呀，这是爱情吗？小姨，您什么意见呀？我赞同我们侄女那个意见哈。哦。因为呢，当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都没看好他的经济基础，都看好他的感情，对他好点。只有他后半生有一个依靠。但是交往了几年过后，他陆陆续续的，他的心呐都有点不对头了。比如说，一个没不体贴，二个没经济基础，没感情的人在一起还有啥子意思啊？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了，谢谢啊，谢谢，休息吧。我觉得啊，这如果说爱情是一本账的话，这大哥你记得不应该是那些数字。我曾经原来在这方面，因为有一个失败的婚姻，就是说我大手大脚乱用钱，好，我为了吸取教训。那你老婆为了钱离开了你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不是为了你钱，跟你说实话，我是看到你这个人比较斯斯文文的，看起表面还可以，我也想和你真心真意的过完这一生，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你。哎，等等啊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家1个月的生活费大概要多少？你知道吗？1000多嘛。1000多。水电气费他什么都不管，他就是你叫他去买点东西啊，他就把账记了。啊。他其他什么都不管。他是不是每个月真的就交给您600块钱？没有。从来没交过。没有，这么小气的人，他可不可能交我钱嘛？行，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到你们的时间了，你们问吧。我觉得丘比特、哈利波特来了也没用，对不对？算不清楚，江大哥，最关键是这样啊，我听下来，我觉得对面这位大姐她说的是实话，她跟你在一块儿真没看中你那是600元、1200元还是800元。刚才她说了，你这个人还挺可靠的，是个生活依靠，对吧？将来可以相伴走下去。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要求就是这个，为什么6年走到今天要分手了？是因为她这个基本要求得不到满足了。您一直在算账。而且算到最后，您从家里不愿意搬出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没有得到补偿。你以为你是青春小姑娘要青春补偿费吗？我是这么认为的。那是你的认为。对，我的认为可能我主观了一些。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这样说过。您是2个人，就我和陈岚谈恋爱谈了6年，我们俩在一块儿，最后他不让我在他们家住了，我是这样说的。我说对不起，陈老师，你要给我几百块钱。我觉得哈，爱情并不是为了钱。当然，那您最后这个。好合好散的散，为什么要用钱来结？我是说的好合好散，我没跟他争，我没跟他吵。您是没吵，您刚才一直在说得给点生活补偿，您弟弟上来也是这么说的，我听到。不是说补偿，因为现在的面临的实际困难就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现在出去没有房子，我要租房子住，对吧？那么肯定要
那是你的事儿。那你可以把你现在张大哥，那是你的事儿。6年前你跟他住在一块儿之前，你没住在一起之前，你也是自己生活。还有就是我为了这个家庭付出了6年多的。他也付出了，您住在他的家里。对。您掏钱，他也掏钱，而且她是个女人。对。现在您搬出去是住哪？是租房子住，那是您自己的事儿，因为您是一个独立的男人。但是人还要讲人性嘛，对吧？讲什么人性啊？感情不在，人力还在吧？感情在的时候住在一起，感情不在了2个人分开，各过各的，有什么不对？我认为我们之间6年了，多多少少风风雨雨都过来了。是，不可能说为了现在的落到这个地步，对吧？咱们从普通的生活逻辑来说，从一个女人的正常心态来说，像一个40多岁的女人，在人生经过1次婚姻失败之后，通常对第2次婚姻，我也是失败的男人。你听我说完，就是对于女人来说，第2次婚姻，只要在比较相对正常的情况之下，不是太离谱的情况之下，她都不想这段婚姻再失败，因为对她来说，再选择的机会也很少了。不是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肯定不愿意说再离婚。所以呢，刚才你们在2个人对话的时候，我一开始是倾向于你的，后来当我听你说话，总是支支吾吾的，不敬不实，然后呢，不断的示弱。一个男人怎么着都开始说，你看我们还要讲人情，你看你们要给我补偿，你把自己的位置已经摆得很低很低了。真的就像他们那个小姨上来说的那样，你是个男人，你上来到我们家顶门立柱了吗？你又没有支撑起这个家，然后你没有支撑起这个家的情况之下，你好歹也做点别的事情吧，就是你在生活上尽量的照顾他们，给他安全感。我给他照顾的，早上7点半上班，晚上7点半下班。我下班了之后啊，都是煮饭、洗衣服、买菜。张大哥，让我感觉您就像一个怨妇，您有点尊严好吗？那您2位结婚了吗？登记了吗？没有结婚。他这房产是您共同的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那你要什么损失啊？现在他赶我走，现在他无情无理要赶我走，起码要多多少少要。我说白了，对，说白了还是多多少少有点钱。这样吧，再回答2个问题吧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6年没领结婚证？谁不要领？因为他不愿意。他说我这个人就是斤斤计较。赵老师，我问一个问题啊，我先问大姐吧，你对他还是有感情吗？6年了，有感情吗？开始是有，现在，但是现在我没有了。没有了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记账吗？咱不能还应那句话，就爱情是被细节给打败了。每天记账，然后你们就没有爱情。其实他其他什么小毛病呢，我都可以容忍他。他那个自私自利，我真的有点不能容忍他了。他的自私反映在哪里呢？在乎他的儿子，在乎他前妻，有没有关心过我？有没有关心过我？也没有关心过我儿子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点，刚才一直没有出来，还在乎前妻呢。带着我打电话，悄悄的。有一次我听到他说儿子现在怎么样啊？过得还好不好啊？我问您一个问题，就是您跟您的前夫的家庭还有联系吗？没有，一点联系都没有了。所以您不能容忍他跟过去还有藕断丝连的现象，是吗，大姐？我们离婚的时候，小孩只有8岁，就是我前妻离婚的时候。那么这个小孩就是跟着我长大的。最后2003年的时候才到宁波去的，但是有改判跟前妻的。这8年多来一直没在我身边，我觉得感情上愧疚他。因为我没有管他，那么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儿子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他听见他说我打个电话问一下，我也没说什么啊。行了，别吵。但是你儿子都已经大了，都没有跟你在一起了。我跟儿子买保险，你应该把你的心放在这个家里多一点嘛。我觉得这样吧，给儿子买保险并且倾注于你的关心是正常的。对。但是你要量力而为，同时你又在多少收入里面有给到大姐多少呢？这是你做的不对，所以他说你自私，不是你记账，你根本就没记一个公正的账。那咱们这么说吧，大哥，现在没有他的话，你的日子怎么过？反正我觉得我们有缘分认识。你别说他，你一个人怎么过呢？那我就工作下班，然后去买保险，还是为了儿子着想。那就给你儿子过吗？既然你都这么在乎你儿子，在乎你的原来那个老婆，你就不要跟我过了。您是希望就分手了，他不关心我们，也不你就希望分手了是吧？关心这个家。你不后悔吗？
我不后悔，我离开他，我觉得我不后悔。啊，6年的情分了，现在你让他走，有没有考虑过说，可能他现在日子比较难过，他希望有点像离婚嘛？老姜是把他当离婚来处理的嘛？有没有考虑过给他一些钱让他走？没有钱肯定是不会给的。反正你要给钱我再走，你不给钱我就不可能。不可能就不可能。姜大哥是这样啊，你真的首先呢，坏你这个诉求得不到法律的支持，这是第一哈。第二呢，情理上呢好像也欠妥当。我也可以不要，但是大哥你这6年多来，我付出了太多，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，我就是心里难受。明白。我心里想不通啊，你说说。我6年多，他就是现在的潘金莲吧，找到了人了，对吧？啊，他有人了可以抛弃我吧？他有人了是吗？我怀疑他有人。你完全是胡说。6年多，其实我说的还是不容易，风风雨雨这么艰难。可是问题他现在不想跟你过了吗？他不想跟我过就算了吧，我不纠缠他可以，你拿钱我就走人，可不可以吧？这是人格问题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确实说对了，是人格问题，是人格问题。你千万别把这爱情当买卖啊！不，他是这样认为的吧？咱们这么说吧，你最大的不平衡是不是来自于说你觉得6年付出很多，但他不承认，对吧？对。大姐，你心里的不平衡来自于你压根儿就不认为他6年付出了很多，所以你觉得他就这么净身出户是应该的，对吧？他付出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有付出。那就完了。所以说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是俩自私的人。都看不到对方在这段情感当中付出了什么，因此到分手的时候才这么搅和。他开出了条件，我倒觉得下面的黄金60秒，你们拿这2分钟的时间，各自1分钟，你们把这分手的条件谈一谈，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说他不要我赶我走，行也可以，反正我付出了这么多6年多的心血，6年多的精力和时间，感情上付出了，那么得不到回报，经济上你肯定要多多少少补偿我一点。我是这样想的，6000。我也没想到能跟你走到今天，我也不想有这个集聚，但是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我已经跟你美好日子过了，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嘛。作为一个男人的话，你不应该找我要钱了，真的。那就减半3000吧，行不行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可以亮灯了，可以亮灯了。这才知道大哥心里面那段情是多不舍。接受吗？你这再烦了，我也给了就搬是吧？想再纠缠下去了。啊，走吧。这样的无奈，我以后再也不走吧。受过不留一丝。